乌克兰突破新普特防线，数千俄军将陷入包围。泽连斯基称只欠东风。罗马推出了 JASSM 极限射程型，可以从华沙直达莫斯科，波兰欲购买。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第二次遇刺，凶手携带俄式步枪。普京发动新一轮扩军，现役部队将达150万。台湾76毫米舰炮全面升级。在上周四，乌克兰军队在新普特村的南部防线上，驶着苏联时代的 IMR-2工程车，突破了俄军的防线。这一行动呢，不仅震惊了观察家，也给俄罗斯人带来不小的震撼。新普特村这个位于库尔斯克东部的小村庄，距离边境线仅20英里。如今该村已然成为乌军的进攻前哨，乌克兰将利用这里作为复仇的开始，用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血。9月16号，乌克兰军队在新普特村方向形成了明显攻势，以95空突旅为主力的乌克兰战术小组在坦克掩护下向俄军发起突击。同时，乌空军也开始协同作战，向俄罗斯占领区投下大量的滑翔炸弹，用于摧毁俄军所藏身的建筑物和掩体。在坦克支援下，乌克兰空军的战机投掷了能够摧毁建筑物的滑翔炸弹，为地面部队提供了坚实的掩护。第95空突旅作为主力的乌克兰战术小组正在向右侧推进，穿过新普特村，向俄罗斯重要城镇维索洛耶的南部地区挺进。乌克兰军队的这一行动标志着他们正向库尔斯克的主要突出部区域转向。如果从新普特村东北方向进攻的乌克兰部队能够与库尔斯克主进攻区域的友军会师，那么数千名俄军可能会被围困在两者之间。乌克兰霍尔内无人机小组在进攻初期就露出了包围的战略意图。该小组在上周五表示，我们已经深入俄境内几公里，数千名俄军新兵正面临被包围的风险。地理条件对乌克兰军队的包围行动颇为有利。谢伊姆河构成了北部大部分边界的天然屏障，而左右两翼则由乌克兰部队控制。乌克兰的炸弹和火箭弹已经摧毁了谢伊姆河上的所有永久桥梁，使得位于谢伊姆河南岸的俄军只能依赖浮桥或者通过科列涅沃镇的一条狭窄路桥进行补给。但即便这样，乌军依旧对浮桥进行了无情的轰炸。同时，一支主要由第25突击营组成的乌克兰部队正在向科列涅沃推进，显然呢是为了切断这条重要的陆路补给线。届时，这批俄军预备役部队将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尽管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发起了反攻，但进展有限，反而因为增援部队进入可能被包围的区域，使得俄军的处境更加困难。现在乌克兰军队最大问题在于武器装备不足，这导致乌克兰虽然完成了增兵，但却没有足够的装备，让新建的10几个旅具有战斗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3号向 CNN 表示，乌克兰正在组建的14个新旅中，只有4个旅拥有足够的现代化装备。泽连斯基强调，装备短缺限制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行动。我们有决心，但装备还没有到位。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乌克兰正在增加国内无人机的生产，并且从仓库或预备役旅转移设备，以弥补西方军事援助的不足。同时也在不断地训练新的部队，以弥补越来越长的战线造成的兵力短缺。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主席奥列克桑德尔·扎维特涅维奇表示，乌克兰的动员正在步入正轨，新训练的部队可能在3个月内对战场产生影响。但关键的是，乌克兰部队能够爆发出多大战斗力，很大程度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美国和其他外国盟友可能会通过提供更多机械化设备，例如 M113 装甲运兵车、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来提高乌克兰部队的生成和重建工作的有效性。在国际社会的支持方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延迟是由于后勤因素，而非美国的意愿，并且承认华盛顿需要做更多工作来帮助基辅对抗莫斯科。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也表示，乌克兰今年增加了武器产量，并且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制造超过100万架无人机，以减少对援助的依赖。国际战争研究所指出，乌克兰军队虽然可以通过使用 FPV 无人机来削弱俄步兵和装甲车的攻击，部分缓解火炮弹药短缺问题，但 FPV 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野战炮兵的战术要求。无人机虽然在侦察和精确打击方面表现出色，但无人机的火力和弹药携带量是有限的，无法像火炮那样提供大规模的火力覆盖和持续压制。此外，无人机作战半径和续航能力受限，不能在复杂环境或者远距离上发挥稳定作用。而火炮的射程远、威力大，能够在各种战场条件下执行多样化的战术任务，对敌方造成心理和士气上的沉重打击。为了弥补西方延迟援助带来的影响，乌克兰现在已经开始在国内大量建设155毫米炮弹的生产线。乌克兰总统顾问亚历山大·卡梅申近日在媒体采访中透露，乌克兰已经开始自行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这一举措就标志着乌克兰在提高国内弹药产量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卡梅申在采访中表示，在他担任战略产业部长期间，乌克兰军用物资产量已经有所增加，并且预计到今年年底产量将增加2倍。这一发展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试图减少对西方伙伴的依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存在延迟的情况下。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提高国内弹药产量，以增加其自卫能力。卡梅申的声明显示了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卡梅申还在采访中提到，乌克兰正在建设地下武器工厂，并计划在地下设施内生产武器，这是为了在西方伙伴延迟攻武的情况下，乌军仍能保持自卫能力。各位观众认为，小国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产业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9月16号，洛马公司公开了 AGM-158极限射程版的宣传片，以下呢，我们就简称其为 158XR。AGM-158XR 全称为增程型联合空面导弹，是由洛马公司最新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属于 AGM-158导弹的系列，专门为增强射程和多任务能力而设计。它在设计上延续了 JASSM 家族的核心理念，增加了燃料容量和航程，预计射程将超过1900公里，使其能够打击高价值的敌方目标。与其前身相比， 158XR 具有更大的弹体、隐身设计和模块化结构，增加了内部燃料容量，能够快速实现不同任务需求的配置和未来升级。该导弹能够执行空对地和反舰任务，其超长的射程也意味着发射平台可以在远离敌方防空区域的安全距离上发射导弹，从而减少风险。它能够从各种战斗机和轰炸机平台上发射，包括 F-35、B-1B 和 F-15E 战斗机。158XR 的灵活性体现在了广泛的目标类型、抗干扰能力强和减少对空中加油的依赖等方面。这些特点使得 158XR 成为了一种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适合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保持高精度，执行远身打击任务。158XR 的发展反映出了美军对未来战场需求的预测，特别是在面对俄罗斯等大国挑战时。一般来说，俄罗斯的 S-400等防空系统会大量部署在沿海和边境地区。158XR 的设计使其能够在这些系统的威胁范围外进行打击，从而增加美军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下的战略纵深。此外， 158XR 的快速生产和部署能力，使其能够成为美军应对突发事件和高强度冲突的可靠工具，能够迅速从现有的 JASSM 生产线转产，无需额外的生产基础设施投入。模块化的设计还意味着可以根据需求快速升级或者改装，这对于应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威胁尤为重要。158XR 目前仍在开发和测试阶段，预计未来将进行更多的飞行测试和性能验证，
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开始装备该型导弹，并逐步取代或者补充现有的 JASSM-ER 导弹库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战术需求的变化，158XR 也可能会进行多次升级，以增强其打击能力和生存能力。此外，158XR 还有潜力整合到美国及其盟友的联合军事力量中，能为美国的盟国提供一个能够与本国空军协同作战的先进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和欧洲的军事威慑力。之前有消息称，白宫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AGM-158， 未来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 AGM-159XR 尚不得知。目前呢，波兰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购买意向。波兰空军拥有36架 F-16 Block 52，以及处于预定状态的 F-35。如果波兰获得了这款射程长达1900公里的隐身导弹，那么北约战机就可以从俄罗斯的防空外轰炸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大部分东部地区。当地时间9月16号，涉嫌图谋杀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嫌疑人瑞安·劳斯首次出庭时，被指控2项与枪支有关的违法行为，其中包括作为被定罪的重罪犯持有枪支以及持有序列号被抹去的枪支。美国联邦调查局15号说，美国特勤局当天下午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挫败了一起针对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特朗普安全无虞，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事发时特朗普正在打高尔夫球，特勤局人员发现，在距离特朗普300多米开外，有人从球场围栏中伸出枪口指向特朗普后，立刻开枪制止，嫌疑人驾车逃跑，稍后在相邻的马丁县落网。根据 FBI 的现场图片显示，凶手所持的貌似是一把 AK 系的步枪，不过也有人通过弹匣分析，这是一把现代化的 SKS。但无论是 AK 还是 SKS， 都是属于经典的俄系步枪。美国国内虽有仿造，但在价格昂贵的同时性能堪忧，因此在美国许多俄系步枪都是在东欧或者俄罗斯制造，最后再通过进口或者走私进入美国的。据 ATF 官员所说，这次凶手所持的步枪是一把序列号被抹去的步枪，这就意味着该步枪可能是通过正规渠道流入美国的，但凶手通过某种方式摧毁了序列号，防止相关部门追溯该枪来源。不过 ATF 官员表示，金属在冲压过程中印章压得越深，金属在表面下发生变形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用磨光机磨掉它，或者试图把它磨平，那些痕迹、印记和金属在原始序列号冲压时就已经发生了变形，这些痕迹通常会保留下来。通过使用特定的化学品和设备，调查人员能够揭示那些看似已经被永久删除的序列号。斯维托解释道 ，ATF 会先采用化学处理来清除一些污损、磨痕或者划痕，然后使用特殊设备来查看之前看不见的数字。序列号就像金属上的阴影，很难被完全去除。FBI 和 ATF 还拥有更高级的技术，包括 X 射线和磁共振成像，这些技术可以更深入地观察金属表面下的情况。所以尽管被抹去了序列号可能会给调查带来挑战，但调查人员通常是能够克服这一问题的。斯维托表示，这当然让调查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但现在有这么多人试图抹去序列号，以至于警方的技术也已经变得更加先进。ATF 的全称呢为酒精、烟草、枪支和爆炸物局，是美国司法部内的国内执法机构，其责任包括调查和预防涉及非法使用、制造和持有枪支的犯罪。9月16号，俄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新的法令，宣布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充。根据俄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这决定将于2024年12月1号起生效。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总兵力将定为238万9130人，其中包括了150万名现役军人。这数字较2023年12月规模增加了18万人，当时俄军总规模为220万9130人。
其中现役军人为132万人。普京还指示政府从国家预算中向国防部划拨必要的资金，以确保法令的顺利执行。这一扩军行动是在2022年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前，俄军现役人数刚刚超过100万人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战争的持续，俄军人员损失严重，迫切需要补充兵力。在2022年的部分动员期间，又有30万名合同兵被征召入伍。2023年，俄罗斯又动员超过了50万名合同兵。2024年上半年，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表示，有19万名俄罗斯人与国防部签订了合同。俄罗斯方面指出，自乌克兰武装部队攻占库尔斯克后，希望成为合同兵的人数急剧增加。然而，尽管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俄军在库尔斯克的战斗中仍显示出了兵力不足的问题。随着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以及乌克兰战场的持续消耗，俄罗斯认为有必要再次扩充军队规模，但这一决定也带来了装备、训练和资金方面的巨大压力，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扩军之后能否有效地改善战场形势，还有待观察。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在2022年12月首次设定了150万名战斗人员的目标，并且指出该数字包括了69万5千名合同工的目标。俄罗斯增加武装部队规模的努力是其长期目标的一部分，旨在通过长期大规模的部队改革来增加俄军的规模和整体能力。俄罗斯的军事改革从2023年初以来一直在进行，包括重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军区以及新组建的军团、联合兵种军以及机械化和空降师。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在2008到2012年间改革的主要方向。该改革呢，是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规模从130万减到了100万，并且通过取消师级梯队来支持旅级部队，以加强和集中指挥和控制。随着俄军开始建立新的师、军团和军队，其人员配备水平必须同步增加。然而，俄罗斯正在实施的这些改革以及新一轮的增兵会加大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反过来，俄罗斯长期低迷的经济也会继续限制俄军的现代化改革，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当前俄乌战场的抽象战况。台湾2025年防务预算出炉，有人发现今年预算中呢，包含了用57亿新台币升级18套76快炮 Stealth 型 OTO 76 Stealth 系统，是在著名的 OTO Melior 7662 Super Rabbit SR 舰炮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而来的，由意大利 Lanzarote 公司研发，被广泛应用于护卫舰、驱逐舰和巡逻艇等多种现代化军舰。该款系统在火力、射程和精度方面呢，确实表现出色，同时具备多功能和多用途的特性，是现代海军应对空中、海上和陆地目标的理想选择。该系统主要由76毫米口径舰炮 Stealth 制导系统和 DART 制导弹药组成。与传统的76毫米舰炮相比， Stealth 系统整合了更先进的火控系统和弹药技术，有效对抗超音速反舰导弹、飞机、无人机和快速小型水面目标。在性能参数方面，76 Stealth 系统的口径为76毫米，射速最高为120发每分，传统弹药最大射程为16公里，而 DART 制导弹药的有效射程为8到10公里。系统支持发射多种类型的弹药，包括高爆弹、穿甲弹和 DART 制导弹药。Stealth 引导系统能够有效引导 DART 制导弹药命中高速运动的目标，而先进的自动装填系统则确保了快速反应能力。火控系统集成了多种传感器和火控系统，能够与舰艇的作战管理系统无缝对接。技术特点上 ，OTO 76 Stealth 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多功能性和高效的目标打击能力。通过集成 Stealth 制导系统，系统能够发射 DART 制导弹药，这种弹药具备快速飞行和高精度打击的特点，非常适合拦截空中高速目标。
DART 弹药采用了主动雷达制导技术，具有高度的抗干扰能力，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进行多次调整，确保对目标的精确命中。此外，系统的模块化设计使其可以灵活集成到不同吨位和类型的军舰上。全自动装填系统和先进的冷却系统提高了舰炮的持续作战能力和可靠性。在作战应用方面， OTO Stellas 系统具备广泛的作战应用能力。在防空作战中，它能有效地拦截来袭的反舰导弹和空中目标；在对海作战中，能够对快速小型舰艇进行精确打击；在对地攻击时，也能够支持火力支援任务。由于其射速高、精度高和多样化的弹药选择， OTO-76 Stellas 成为众多现代海军舰艇的首选舰炮系统之一。台湾海军的成功级、康定级、沱江级护卫舰均采用了 OTO 76毫米舰炮作为主炮。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